金融危机爆发，我递刀子让霸国资本家黑吃黑。主神大人，第一共和银行快扛不住了。前些天因为被其他银行吸引走了火力，第一共和银行稍稍喘了口气。但三金打完35个国家之后，立马就又调集火力对准霸国本土的银行了。其实这些银行倒闭也不全是坏事，倒闭之后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了。至于存款嘛，50%的存款来自外国，甚至有不少来自大夏。其余的50%虽然是来自霸国，但都是底层的老百姓，有权有势的人的存款早就在银行破产前被优先转移走了。中小型银行破产的确没多大影响，甚至对咱们而言可以说是利好。但破产太多就会造成信任危机，进一步放大次贷危机和通胀。我倒不怕第一共和银行破产，我怕的是它的破产会连带着其他大银行破产。第一共和银行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？三金的空神阵营袭击下，霸国银行不断爆雷，导致第一共和银行的优质储户神经非常敏感。以前咱们还可以忽悠他们说有保险托底，即便银行破产，所有人的存款都能一分不少。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FDIC 的上限是25万，而第一共和银行超过78%的储户存款是高于25万的，其中存款的中位数更是高达330万霸国币。自从三金开始做空以来，1个月内硬是把霸国40%的中小型银行干得陷入了流动性危机，存款大幅度流失，不少银行总市值1个月内就蒸发了1/3。第一共和银行亦是如此，情况居然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，不能再利用三金做空弥补损失了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让其他的大银行对第一共和银行进行援助，绝对不能让它倒闭。当天，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11家大型银行联合宣布支援第一共和银行，官方不会放弃任何一家银行，也不会放任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恶意做空。两大利好消息让已经跌入谷底的第一共和银行股价开始逆转，一度上涨了30%。连续1个多月的空神大袭击终于要结束了，终于不用担心自己的存款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，银行早就该联合起来，一同抵制空神了。三金不败的神话到此为止了。Boss， 目前我们的做空账户爆仓了10几个，现在客户对于第一共和银行的信心又恢复了，加上这个银行的负债率很低，还有11个银行提供帮助，恐怕咱们这次的做空失败了。确实，第一共和银行的资产构成中，金融投资占比不高，并且在 CDO 膨胀时期没有盲目扩张。你说我们会失败吗？自第一共和银行成立以来，一共发放了4551霸国币的贷款，仅有0.08%的净损失和冲销，这成绩放在全霸国的银行中都是佼佼者了。只要熬过去这次挤兑，第一共和银行一定能起死回生的，毕竟它的资产太优质了，没道理倒闭。何秘书，我不得不佩服你在金融这块的能力。的确，按照正常思路、正常分析，第一共和银行被救活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但你觉得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想第一共和银行死吗？难道还有别的空头？摩根大通？不会吧？摩根大通不是刚刚宣布为第一共和银行保驾护航的吗？小银行跌倒，大银行吃饱。摩根大通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被基金会指挥着补贴了太多钱出去，他也需要补血恢复元气。而第一共和银行的优良资产这么多，你以为摩根大通会放过这次机会吗？可是基金会那边能愿意吗？不愿意又能怎样？第一共和银行隶属于基金会，可摩根大通跟基金会只是合作关系。摩根大通也是资本，资本的第一目标肯定是为自己服务。可第一共和银行已经活过来了，摩根大通难道还敢暗地里去做空它？那当然不敢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第一把刀子过去，这把刀子也是压倒第一共和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上一世第一共和银行光是1个月流失的存款规模就高达1020亿霸国币，哪怕我没针对第一共和银行，其实它的存款就已经遭遇了雪崩。这个财报一旦发出去，一定能成为插向第一共和银行心脏的一把利剑。另外一边，吉米看着自己公司的财报皱起了眉头。自从次贷危机开始，摩根大通就一直在帮着基金会到处擦屁股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也不多了。原本空神阵营做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准备动手吞掉第一共和银行了，谁能想所罗门突然来了这么一手。三金啊，你要是这个时候能给我第一把刀过来，该多好啊！吉米先生你好。嘿嘿，今天开盘我一定会给空神阵营致命一击，相信在11家银行和官方的帮助下，第一共和银行一定能打败敌人，重返巅峰。然而开盘之后异变突生，第一共和银行昨天涨回来的股价突然开始暴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行长，咱们的财报公布之后，被媒体抓住存款流失这一点大做文章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咱们1个月内就流失了接近1000亿霸国币的存款。而就在刚刚，空神阵营再次来袭，而且这次似乎是要跟咱拼命一样，子弹不要钱一样的打。还有，银行现在又出现了一大批客户，号称要把钱取走。什么？又来客户？不可能啊！我之前明明已经跟咱们银行的优质大客户都打好招呼了，他们答应过我1个月内都不会来取款的。来的只是一些小客户，存款并不多，虽然人数很多，但造成不了挤兑。你让人给他们放款吧，反正造成不了挤兑，还有浪超盘手们只做防御就好，熬过去这2天，股价自然就回升了。我是真搞不懂，咱们的优良资产率几乎是全国第一，三金怎么还这么执拗要继续做空？
不用防御了，这里由我们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了。法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金融机构，只要 FDIC 认定了某个银行要破产，那就能全面接管这个银行。马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银行明明没什么问题，你接管什么啊？还说没什么问题？你看看你们银行门口，整整聚集了上千名储户，这挤兑风险那得多大？可他们都是小储户，加起来一共也没多少存款，有个屁的挤兑风险啊！你说是小储户就是小储户了，我怎么听说他们全是大储户呢？退一步讲，就算他们是小储户，你们公司的股价再次暴跌是事实吧？那是三金强行砸钱做空的结果。对于我们这种没有挤兑风险的银行，只是短线，只是暂时的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了，你是知道的啊。我们 FDIC 不相信未来，只着眼于现在。咱们其他的不说，你们财报显示1个月内流失了近1000亿巴国币的存款，这是不是事实？这次贷危机爆发，银行接连被三金做空破产，储户信心不足，存款流失的又不是我一家，大环境不好，大家都是这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怎么你倒吗？哪就大环境不好啊？你是大环境的破坏者吗？什么也别说了，第一共和银行现在由 FDIC 接管了，这是通知，不是请求，请你马上交接。怎么突然股价暴跌？突然来了一大堆小储户造势，突然 FDIC 来接管，这一切未免也太蹊跷了。当天 FDIC 火速对外宣布第一共和银行破产，以106亿巴国币的价格出售给摩根大通。至此，只有股东和债权人受伤的交易达成了，摩根大通成功白嫖了920亿的存款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何超琳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次贷危机都已经爆发成这样了，通胀都快把法国老百姓逼得吃不起饭了，这群资本家居然还想着黑吃黑，这不怕大萧条来了，把法国底层逼到造反吗？当年大萧条时期，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到河里，也绝对不便宜卖给穷人，这才哪跟哪呀？现在优质的银行就是一盘菜，我能吃，为什么他们自己人不能吃？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吃了，也比送给我吃强呢。难道他们就不懂要合作起来，齐心协力才能度过寒冬吗？这个世界上能在危机时期不顾自己利益团结一致的民族，只有我们大夏。要是这些国外资本家真能做到齐心协力对抗我这个外敌，别说第一共和银行不会破产，就连贝尔斯等时刻都不会降临。莫说是一个我，就算再来10个我，也别想撼动半分霸国和基金会的资本势力。可他们能做到吗？很显然不能。金总，说实话，我第一次为自己是大夏人而感到骄傲。主神大人要把吉米和马丁叫来问话吗？叫过来有什么用 ？FDIC 全程合理合法，随便糊弄你一句，你也没办法怎么他。至于摩根大通那边，他知道我最多就是骂他一顿，也不能把他怎么着。毕竟摩根大通、基金会各大主神占的股份都很多，更何况罪魁祸首其实是三金。堂堂基金会之主，怎么混到让下面的人利用和拿捏了？1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法国又暴雷了诸多银行。这天，莫拉古惊恐地找到所罗门，主神大人不好了，三金的空神阵营已经暗地里盯上雷曼兄弟和两房，准备玩一波大的。